有些图像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你可能还记得那张标志性的照片，阿波罗宇航员从月球拍摄的地球，一颗悬浮在虚空中的蓝色弹珠，脆弱而孤独。但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另一张照片，一张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和宇宙的认知，并给我带来一种至今萦绕心头的奇妙感觉的照片。准备好了吗？我这就展示给你们看。就是它。乍一看，这似乎只是一张普通的星空照，但我会让你明白，这张照片的重要性远超你的想象。它来自詹姆斯·韦伯，仅仅展示了天空中极小的一块区域，乍看之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为了让你有个概念，这片区域的大小就相当于你伸直手臂时，手指捏着的一颗大头针的针帽。然而，就是在这个微不足道的空间里，我们找到的不仅仅是几颗恒星，而是数以千计的星系。它们每一个都像我们的银河系一样，包含着数十亿颗恒星，并且可能有着同样数量的行星。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这张照片揭示了那些极其遥远、极其微弱的星系，它们在以前的望远镜，包括哈勃空间望远镜面前是完全不可见的。其中一些星系发出的光，是在130多亿年前开启旅程的。那个时候，宇宙还只是个婴儿。通过这一张快照，我们仿佛潜入了时间的长河，去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遥远的过去。但还有更令人着迷的事情，这张照片并非拍摄于天空中某个特殊的区域，而是一片完全普通的区域。科学家之所以选择那里，正是因为它看起来似乎空无一物，然而它却满溢着星系。那么，想象一下吧，既然这么小的一个碎片都如此丰富，那么宇宙的其余部分呢？而且我们看得越远，似乎就能发现更多更遥远的星系。每前进一步，宇宙就会揭开新的秘密，仿佛它永远没有尽头。正是这时候，一个问题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这一切到底延伸到哪里？宇宙是无限的吗？它有界限，有边界吗？是不是到了某个地方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再有恒星，不再有星系？在宇宙的最深处，是否存在着一堵墙，或者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宇宙有尽头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家门口开始。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来自一颗46亿年前形成的星球。这颗星球围绕着一颗黄矮星旋转，这颗黄矮星就是我们叫了几千年的太阳。太阳确实是我们最熟悉的恒星，但你真的了解它周围的空间吗？你肯定知道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约1亿5千万公里，光走8分钟。但你可能没有直观感受过这段距离到底有多空旷。这么说吧，如果你开一辆车，以高速公路的速度120公里每小时，不停地开，不加油，不停顿，不睡觉，开到太阳需要多长时间？140年。140年没日没夜的踩油门，你连太阳都到不了，而这只是光8分钟走完的路。那月亮呢？月亮看起来近得多，毕竟它是夜空中最大的天体，但月亮离地球也有38万公里。
阿波罗计划的人类用了3天才飞过去，那已经是人类飞行的最快速度了。光走这段距离只需要 1.3秒，你在地球上按一下手电筒，光 1.3秒后就到月球了。但这个近是宇宙尺度下的近，就像你家隔壁邻居在村里算近的，但放到全国地图上看，隔壁邻居和你的距离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从地球出发，飞过月球，下一站是金星和水星。水星离太阳最近，表面白天能到400多度，晚上零下180度。你不用记住这些数字，你只需要知道，水星上没有任何地方是你能站着的。再往外是火星，一颗被欧美电影界吹上天的红色星球。说真的，火星的移民梦被西方吹得太大太大了。火星平均温度零下60度，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没有磁场。太阳风每隔几个月就刮一次全球沙尘暴。你要移民过去，得先住地下，穿防辐射服，种土豆还得靠人工光源。但你得承认，火星确实是我们能到的最近的地方了。只是别把它当成什么人类文明的备份星球，那纯属扯淡。连地球都还没搞明白就想着跑，这不叫前瞻性，这叫不负责任。继续飞，过了火星，你会穿过小行星带。别被电影骗了，小行星带不是什么密集的石头阵，它空得很。你站在小行星带上，随便一个位置往四周看，最近的小行星可能离你几百万公里远。科幻电影里那种东躲西闪的场景，纯属好莱坞编的。穿过小行星带，你迎来太阳系里真正的巨兽木星，质量是地球的318倍，大到什么程度？如果把太阳系所有的行星加在一起，再乘以2.5倍，还不到木星的一半。木星上有个大红斑，一场刮了至少400年的风暴，大到能塞下2个地球。这场风暴在木星上算什么？就是个普通的天气系统。再往后是土星，那个带着光环的星球。土星的光环不是固体，是无数块冰和石头碎片，大小从沙粒到房子那么大都有，以每小时几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土星转。你站在土星上看光环，那是一幅能让任何人沉默的画面。然后是天王星和海王星，2颗冰巨星。海王星离太阳45亿公里，太阳光到那里需要4个多小时。到了海王星，太阳已经只是一个特别亮的星星，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圆盘了。过了海王星，你以为太阳系到头了，远着呢。你进入柯伊伯带，一片冰冻小天体的环带，冥王星就在这里。曾经的第9大行星，2006年被降级成了矮行星。降级这事儿，西方干得挺起劲儿的，但你仔细想想，冥王星还是那个冥王星，它不因为人类改了分类就有任何变化，宇宙不在乎你怎么叫它。柯伊伯带之外是日球层顶，旅行者1号在2012年穿过了这条线，成为人类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飞行器。但它飞了35年才到这里，距离地球大约180亿公里，听起来很远了吧？还没有。日球层顶之外是奥尔特云，一个理论上的球形云团，布满了冰冻的彗星核。奥尔特云的内缘离太阳大约2000个天文单位，外缘可能延伸到10万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是1亿5千万公里，你自己算算，10万个天文单位
有多远？旅行者1号以目前的速度飞到奥尔特云的内缘需要大约300年，飞穿整个奥尔特云需要3万年。3万年，到这里，太阳的引力已经微弱到几乎不存在。光线从太阳出发到这里，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计算。你回头看太阳，它只是黑暗中一个模糊的光点。你回头看地球，地球已经完全消失了，不是看不见，是真的消失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找不到。这就是太阳系的边界，不是一行行星的终点，而是一片以光年计量的虚空。你的家，你的一切记忆、历史、文明、悲欢离合，全部浓缩在一个已经看不见的蓝点上，而这才刚刚开始。飞出太阳系之后，你进入的是恒星际空间。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宏大，但实际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呢？黑暗，绝对的黑暗，不是你关了灯的那种黑，是那种无论你怎么努力也看不到任何光源的黑暗。太阳已经缩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见的亮点，你身边没有任何行星，没有任何卫星，没有任何东西，只有空。这种空旷不是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能体会到的。地球上最空旷的撒哈拉沙漠，1立方厘米的空气里还有大约10亿个空气分子，但恒星际空间的真空，1立方厘米里可能只有几个粒子。你站在那里，不，你不能站在那里，因为那里没有地面，没有方向，没有任何参照物。你只会飘着，在一片比任何黑暗都更彻底的黑暗里飘着。这片黑暗有多宽呢？太阳到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距离大约4.2光年，光走4.2年。听起来不长，那换个方式说，旅行者1号，目前人类飞得最快的飞行器之一，每秒17公里。按照这个速度，飞到比邻星需要大约7万年。7万年，人类文明从最早的苏美尔文字算到现在，也不过5000多年。7万年的飞行时间，意味着你出发的时候，人类刚开始写楔形文字；你到达的时候，人类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轮文明兴衰。你出发时坐在飞船里，到达时飞船上的你已经变成了一粒粒尘埃。这就是恒星之间的距离。4.2光年，宇宙尺度下已经算是邻居，就在隔壁了。但这个隔壁对人类来说比登天还难。比邻星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统中最小的一颗红矮星。红矮星是宇宙中最多的恒星类型，占所有恒星数量的70%以上。它比太阳小得多，质量只有太阳的1/8，表面温度不到太阳的1半，它的寿命却长得吓人。红矮星的寿命可以达到几百亿年，甚至上千亿年。太阳活100亿年就要死了，红矮星能活到太阳死后好几轮。但红矮星有个问题，它太不稳定了。比邻星经常会爆发超级耀斑，在几秒钟内释放出比太阳耀斑强100倍的能量。如果有行星在它附近转，那行星上的大气层可能早就被这些耀斑吹光了。比邻星确实有一颗行星叫比邻星 B， 大约是地球的1.3倍质量，处在宜居带内。宜居带这个词听着很美好，但你别被它骗了。宜居带只意味着温度可能允许液态水存在，不意味着那里真的宜居。比邻星 B 被潮汐锁定了，
一面永远对着恒星，一面永远背着恒星，正面温度几百度，背面零下200多度。你想想，一面是烤箱，一面是冰箱，这中间可能有一个狭窄的过渡带，温度刚好合适，但那里的天气系统得多疯狂，你可以想象。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比邻星币真的能住人，它离我们4.2光年的距离也不会变，除非我们能突破目前的推进技术，否则恒星之间的旅行永远只是科幻、可控和巨变。理论上有可能，光压帆也在研究中，但即使我们造出了能到1/10光速的飞船，到比邻星也要42年。42年，一个人半辈子的时间。说真的，我查这些数据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绝望，是一种很安静的接受。宇宙就是这么设计的，恒星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但这恰恰也是宇宙能存在的原因。如果恒星之间太近，引力的扰动会让行星轨道变得不稳定，生命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出来。正是因为恒星之间够远，每一颗恒星才有自己安稳的空间来孕育行星，孕育生命。你可以说，这种距离是宇宙给生命的一份礼物，只不过这份礼物盒的包装是让人窒息的空旷。继续往深空飞，过了比邻星，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恒星。宇宙里的恒星种类比你想象的丰富得多。有黄矮星，我们的太阳就是一颗，表面温度大约5500度，在恒星里算中等水平，属于那种不温不火的类型。有蓝巨星，质量是太阳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表面温度超过3万度，亮度是太阳的几十万倍。蓝巨星燃烧得快，几百万年就把燃料烧完了，然后爆炸成超新星。几百万年对恒星来说就是弹指一挥间。有白矮星，恒星死亡后的残骸，太阳在50亿年后也会变成白矮星。白矮星体积跟地球差不多，但质量跟太阳差不多。你可以想象一下，把太阳的质量塞进一个地球大小的球里，密度高到什么程度？一茶匙的白矮星物质重量大约6吨，6吨1小勺。还有中子星，更大质量恒星的残骸。中子星的直径只有20公里左右，但质量是太阳的1.4倍以上。一茶匙中子星物质重量大约10亿吨。10亿吨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金茂大厦的重量全部塞进一个茶匙里，你摸一下，你的手就没了，不是烫没的，是被它自身的引力压碎的。中子星的表面引力强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从1米高的地方扔下一个物体，它落地的速度大约是每秒2000公里，这还只是中子星，还没到黑洞。你飞过这些恒星的残骸时，你看到的不是壮丽的景象，而是一个个孤独的光点，有些在闪烁，有些暗淡，有些已经完全不发光了，只能靠引力效应才能发现它们的存在。恒星之间的距离大到什么程度？你在飞船里飞了1光年，可能连一颗恒星的邻居都换不了。你能看到远处有恒星的亮光，但你飞向它，飞了几年、几十年，它还在那里，似乎一点都没进。这就是恒星际旅行的真相，不是你飞得不够快，是宇宙太大了，大到光都要走好几年的地方，在宇宙里
就算近了。而你在飞船里，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看着窗外那片永远不会改变的黑暗。你可能会想，那就别飞了，回去吧。但你能回哪里？太阳系已经远到找不到了，地球更不用说。你唯一的方向感来自你出发前记住的星座，但由于恒星也在运动，你飞了足够远之后，星座的样子也会改变。当你飞到几百光年之外回头看，北斗七星已经不是那个勺子的形状了，猎户座也不是那个腰带三星的样子了。你丢失了所有的参照物，你在一片没有地标的空间里飘着。这种感觉类似于在大海中央游泳，四面八方全是水，看不到岸，但至少海里还有水在推你。星际空间里连水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有一件事可能会让你稍微好受一点，你在飞越这些恒星的时候，你看到的它们都是过去的样子。比邻星离我们 4.2 光年，你看到的是它4年多前的样子。如果有一颗恒星距离我们1000光年，你看到的是它1000年前的样子。如果它在1000年前就已经爆炸了，你现在还不知道。你看到的那颗星可能已经死了几百年了，但它的最后一束光还在赶路，还没到你的眼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到的星空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幅时间拼图。每颗星星都是不同时间点发出的光。你的夜空其实是一个时间混乱的画面，有些星星还活着，有些已经死了，但你看不出区别，因为光不告诉你真相。我第一次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你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你不是在看一个同步的画面，你是在看无数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像叠加在一起。这就像你同时看一个婴儿、一个少年、一个老人、一具尸体的照片叠在一起，你以为它们是同时存在的，但其实它们只是光到的时间不同。恒星际空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时间错位的、空旷到极致的墓地。有些星星还活着，有些已经死了，但它们的最后一束光还在星际空间里赶路，可能还要走几千年、几万年，才能到达任何一个人的视网膜。你穿过这片时间的墓地，继续往外飞，前方不再是单颗恒星的世界了，你即将进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一个把数千亿颗恒星打包在一起的系统。你的太阳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当你的飞船飞出恒星际空间，回头望去，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漩涡状结构在缓缓转动。那不是一颗恒星，也不是一个星团，那是银河系。银河系的直径大约10万光年。什么概念？光从银河系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10万年。人类的农业文明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也就是说，光走完银河系的时间是人类文明历史的10倍。而你的太阳、你的地球、你的一切都在这个10万光年的圆盘里占据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太阳在哪里？在猎户臂上，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2.6万光年。你可以把银河系想象成一个大盘子，太阳在盘子中间偏外的位置上，像一粒沙子粘在盘子的一条螺旋纹上。太阳带着地球和整个太阳系，以每秒220公里的速度绕着银河系中心转。转一圈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2.2亿年。也就是说，太阳从诞生到现在46亿年，已经绕了银河系20多圈了。恐龙灭绝的那一次撞击发生在上一圈的路上，下一圈转完的时候，地球上还剩什么东西不好说。银河系中心有什么？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叫人马座 A 星，它的质量是太阳的430万倍。430万倍，你想想这个数字，太阳已经够大了，地球只有太阳质量的33万分之一，而这个黑洞是太阳的430万倍。整个银河系里上千亿颗恒星，全部围绕这个黑洞旋转，就像蚂蚁绕着一块糖转一样。不过说句公道话，银河系里的恒星之所以绕着中心转，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黑洞。430万倍太阳质量听起来很大，但银河系总质量是太阳的1万亿倍以上。也就是说，这个黑洞只占银河系质量的不到1/1000。真正驱动恒星旋转的是银河系里所有物质的总引力，包括暗物质。黑洞只是在最中心的位置坐镇，像一个不太管事的老大。你从猎户臂出发，往银河系中心飞，一路上你会穿过无数恒星，有些比太阳年轻，有些比太阳老。最老的恒星已经存在了130多亿年，几乎跟宇宙本身一样老。这些老恒星是在宇宙还很年轻的时候形成的，那时候星际空间里充满了氢和氦，还没有被恒星核反应污染过其他元素，所以这些老恒星几乎不含金属元素。天文学家管它们叫贫金属恒星，它们是宇宙的活化石。你从它们身上能看到宇宙最初始的状态。银河系里不只有恒星，还有星际尘埃和气体云，散布在恒星之间的空间里。这些尘埃的密度低到不可思议，但它们加起来的质量占了银河系总质量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些尘埃和气体是恒星诞生的原料。当某一团气体云的密度足够高，引力就会让它开始坍缩，温度急剧上升，最终在中心点燃核聚变，一颗新的恒星就诞生了。你飞过这些星云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恒星的子宫。有些星云发出微弱的红光，那是氢原子被附近恒星照亮后发出的颜色。有些呈蓝色，那是被年轻热星反射的光。这些颜色在地球上肉眼是看不到的，但你的飞船传感器能捕捉到。你飞过了银河系中心，继续往外走，穿过银河系另一侧的悬臂，你最终会飞出银河系的范围。银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周围大约50个星系一起组成了一个叫本星系群的结构。本星系群的直径大约1000万光年，里面的星系大小不一，有银河系这种的大型漩涡星系，也有只有几百万颗恒星的小矮星系。本星系群里最重要的成员，除了银河系，就是仙女座星系了。仙女座星系比银河系还大，直径大约22万光年，恒星数量是1万亿颗，它是本星系群的老大。仙女座星系正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朝银河系飞过来。是的，飞过来，不是远离。宇宙在膨胀，大部分星系都在互相远离，但仙女座和银河系之间靠得太近了，它们之间的引力克服了宇宙的膨胀，这两个星系注定要撞在一起。什么时候？大约45亿年后。45亿年后，
地球上还能不能有生命都是个问题，因为太阳到那时候已经变成了红巨星，吞掉了水星、金星，可能还有地球。但如果有任何幸存的生命还在仰望星空，他们会看到一个壮观的景象：仙女座星系在夜空中越来越大，从一个模糊的光斑变成一个占据半个天空的巨大漩涡。两个星系的旋臂会在引力中互相撕扯，恒星的轨道会被彻底打乱，太阳可能被甩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离星系中心更近或者更远。但有一个好笑的事实，恒星之间几乎不会相撞。两个星系撞在一起听起来很吓人，但恒星之间的距离太大了。银河系里最近的恒星之间也有几光年的间隔。当两个星系撞在一起时，恒星就像两群蚂蚁穿过彼此的队伍，每只蚂蚁都在移动，但几乎不会碰到任何另一只蚂蚁。太阳不会跟仙女座的任何恒星撞上。这个事实让我觉得很安慰，也很荒谬。两个各有1000亿颗恒星的巨型星系撞在一起，结果谁也碰不到谁。这不是因为他们在躲闪，是因为空间实在太大了。星系看起来很密集，但其实大部分是空的。2万亿颗恒星分布在几百万光年的空间里，密度比地球上任何真空都要低。银河系和仙女座最终会在大约70亿年后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有人管它叫银河仙女星系。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浪漫的，像什么婚介所的名字。但实际的合并过程是漫长而暴力的。引力把恒星轨道全部重新洗牌，星系的旋臂结构被彻底摧毁，中心2个超大质量黑洞慢慢靠拢，最终也会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你站在你的飞船上看这场碰撞，过程慢到完全无法察觉。星系碰撞的时间尺度是几十亿年，你的寿命是几十年，你什么也看不到，就像一只蚂蚁试图观察到树的成长一样。但你继续飞，飞过本星系群，进入更广阔的宇宙，你会到达一个更大的结构——侍女座超星系团。它的直径大约1亿1000万光年，包含几百个星系团和星系群。银河系和本星系群只是侍女座超星系团边缘的一个小角色。2014年，天文学家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结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这个名字来自夏威夷语，意思是宽广的天际。拉尼亚凯亚的直径5.2亿光年，包含大约10万个星系。侍女座超星系团只是它的一部分，银河系在这个结构里只是一条流苏上的一个点。拉尼亚凯亚里所有的星系都在朝一个叫巨引源的引力中心移动。巨引源在长蛇半人马座方向，距离我们大约1.5到2.5亿光年。它是宇宙中质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引力大到连拉尼亚凯亚里的星系都被它牵着走。但巨引源本身又只是更大的结构中的一小部分。在宇宙最大的尺度上，星系不是随机分布的，它们排列成丝状的网络结构，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丝线上是密集的星系团，丝线之间是巨大的空洞，叫空洞或空洞区。空洞里几乎没有星系，是宇宙中最空的地方。不是没有物质，是连暗物质都很少。你飞在这张宇宙之网上面看，整个可观测宇宙的结构
就像一个人脑神经元网络，或者一片树叶的脉络。有人说这让人想起分形几何，也有人说这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看到的温度波动是完全对应的。大尺度结构的种子，在宇宙诞生后的最初一瞬间就种下了，经过138亿年的膨胀和引力坍缩，长成了今天你看到的这张网。你现在的高度已经足够看到这张网的全貌了，但你的飞行还没结束，因为这张网不是宇宙的全部。宇宙这张网之外，还有让你更不安的东西。你在宇宙之网上空飞行的时候，如果仔细观察远处的星系，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你，而且离你越远的星系，远离你的速度越快。这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也不是所有星系在躲着你，这是宇宙本身在膨胀。宇宙膨胀这个概念，很多人误解了，不是星系在空间中飞行，互相远离，而是空间本身在膨胀，星系只是被空间带着走。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个气球，星系是画在气球表面上的点，你吹气球，气球变大，那些点之间的距离就在增加。点没有在气球表面上移动，是气球本身在变大。这就是宇宙膨胀的本质，空间在变多，每一秒宇宙都在产生新的空间。这个发现最早是1929年埃德温·哈勃做出的。他观测到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跟它们离我们的距离成正比，距离越远，速度越快。他根据这个写了一个公式，后来被叫哈勃定律。公式里那个关键的常数就叫哈勃常数。哈勃常数描述的是宇宙膨胀的速率，你可以把它想成每过1秒钟宇宙变大多少。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如今却成了宇宙学最大的悬案。怎么回事？有2种方法测量哈勃常数，但它们给出不同的答案。一种方法是从早期宇宙的数据推算，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数据结合标准宇宙学模型，算出来大约67千米每秒，每100万秒差距，100万秒差距大约326万光年。也就是说，在距离我们326万光年的地方，星系每秒远离我们67千米。另一种方法是从近距离宇宙直接测量，用造父变星和超新星做标准烛光，量出来的大约73千米每秒，每100万秒差距。67和73差距看起来不大，但这个差距超过了观测误差的范围，在统计学上达到了5个标准差。这意味着2种方法测量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但它们不一致。这种矛盾的概率在统计学上不到100万分之一。哈勃常数危机，也有人管它叫哈勃高血压。这个双关语挺有意思的。2种测量方法的差异，在2024年又被韦伯望远镜进一步确认了。韦伯以极高的精度复现了哈勃望远镜的观测，排除了测量误差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量错了，是宇宙本身可能有些我们还不理解的东西。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我们要么发现了新物理，要么承认自己连宇宙的5%都没看懂。我个人站新物理这一派，不是说我有证据，而是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不一致
暗示着我们现有的宇宙学模型可能遗漏了什么。也许暗能量的性质在早期和晚期宇宙中不一样，也许早期宇宙经历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快速膨胀阶段。当然，暗物质派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可能是观测系统误差，但韦伯的交叉验证基本上已经排除了纯系统误差的可能性。这场争论目前还没解决，但它已经改变了宇宙学的研究方向。如果你问我哈勃常数危机最终会怎么收场，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但无论哪种答案，都会改写我们对宇宙膨胀的理解。说回膨胀本身，你可能会问，膨胀的速度是不是超过光速？答案是，在某些尺度上是的，但这不违反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限制的是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的速度不能超过光速，但宇宙膨胀不是物体在空间中运动，是空间本身在膨胀。空间本身可以以任何速度膨胀，这个不受光速限制。哈勃常数算下来，在距离我们大约140亿光年的地方，宇宙膨胀的速度就超过了光速。也就是说，那些地方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超过了光速，它们发出的光理论上永远到达不了地球。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概念：宇宙学世界。世界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堵墙，不是实体的墙，不是你用头能撞到的墙，它是一堵由物理法则构成的绝对的、永远无法穿越的边界。怎么理解呢？光从宇宙诞生到现在走了138亿年，但宇宙在膨胀，所以光走过的距离已经被拉伸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宇宙半径大约465亿光年，直径930亿光年，这个范围就叫可观测宇宙。可观测宇宙之外的宇宙不是不存在，它只是太远了，它发出的光还在路上，但因为空间膨胀得太快，那些光跟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在缩短，而是在增加。光跑100亿年，空间也膨胀了100亿年，光永远追不上空间的膨胀。这就像你在跑步机上跑，跑道再往后退，如果你的速度比跑步机慢，你永远到不了终点。光跟空间膨胀的关系就是这样，远处的光跟空间膨胀比，输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你的望远镜多强，不管你飞多快，你永远看不到可观测宇宙之外的东西。那里可能也有星系，有恒星，有行星，有生命，甚至有另一个文明也在用望远镜看着我们的方向。但你们之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不是因为它太远，是因为空间本身在以超光速膨胀，把你们越拉越远。说到这里，有一种说法是，可观测宇宙的体积只占整个宇宙的大约0.00001%，这个数字是我见过的最保守估计之一，真实比例可能更小。整个宇宙到底有多大，没人知道，因为可观测宇宙之外的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观测手段，它就在那里，但它对我们的任何物理探测都是封闭的。这就像你住在一个岛上，你的岛周围是大海，你知道海那边可能也有岛，但你的船不够快，永远到不了那些岛。你甚至不能确定那些岛存不存在，因为你的望远镜看不到那么远。你唯一能做的是推理，如果宇宙的物理规律在任何地方都一样，那可观测宇宙之外
应该也有星系，有恒星，有行星，但你永远看不到它们。我查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不是恐惧，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你知道那里可能有东西，你知道你可能永远碰不到，这跟在地球上面对任何距离都不一样。在地球上，再远的距离也有个数字，你可以计划怎么走。但在宇宙中有一种距离叫做光都到不了。你飞到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往前看是一片黑暗，你什么也看不到。不是因为那里是空的，是因为那里的光到不了你。你往后看，是你来时的路，是930亿光年直径的宇宙。这部分宇宙里有上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上千亿颗恒星，每颗恒星周围可能有行星，有些行星上可能有生命。但这一切在宇宙的尺度下只是沧海一粟，不，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一粟在沧海里至少还能被看到，可观测宇宙在整个宇宙里的比例可能比一粒沙子在地球上的比例还小。你飞到了宇宙学世界的边缘，你面前是一堵看不见的墙，你伸出手摸不到任何东西，但你知道你过不去，不是因为有人拦着你，是因为物理法则本身不允许你过去。光速限制了你能看到的范围，宇宙膨胀决定了光能跑多远，这两条规则加在一起，给你画了一个牢笼。这个牢笼的半径是465亿光年，你在这个牢笼里飞了一辈子，飞了10000年，飞了1亿年，你还在这个牢笼里。但你问的那个问题还没回答，宇宙有没有尽头？可观测宇宙有边界，但宇宙本身有没有边界？要回答宇宙有没有尽头，我们必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宇宙是什么形状的？这个问题的专业说法叫宇宙的几何学，听起来很抽象，但实际上它决定了宇宙是否有尽头。宇宙的几何有3种可能，第一种平坦的，就像一张纸，两条平行线永远平行，三角形内角和180度。如果宇宙是平坦的，那宇宙在空间上可能是无限的。第二种球面的，就像地球表面有曲率，但曲率为正，平行线最终会相交，三角形内角和大于180度。如果宇宙是球面的，那宇宙是有限的，但无界。第三种鞍面，曲率为负，平行线会发散，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度。如果宇宙是鞍面的，那宇宙也是无限的。注意那个有限但无界的概念，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么说吧，你在地球表面上走，你一直往一个方向走，你永远碰不到一堵墙，你不会掉下去。但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你在上面走，走得够远，你会回到原点。地球是有限的，但无界。球面宇宙也是这样，它的大小是有限的，但你往一个方向飞，你不会碰到边界，你只会绕回来。那我们的宇宙到底是哪一种？2013年，欧洲航天局的普朗克卫星发布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全天图，这是迄今最精确的宇宙婴儿照。普朗克卫星测量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温度波动的角功率谱，通过分析不同尺度上温度涨落的大小，可以推断宇宙的曲率。结果是什么？宇宙几乎是完全平坦的，曲率参数误差小于0.4%。在宇宙学的精度范围内，我们的宇宙跟一张纸一样平。
这个结论有多可靠？相当可靠。普朗克卫星的数据跟之前美国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的数据一致，后者在2003年就确认了宇宙平坦性。两颗不同的卫星，不同的仪器，相隔10年的观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后来的阿塔卡马宇宙学望远镜也确认了这一点。如果你要怀疑这个结论，你需要找到所有这些仪器的共同错误，这不太可能。平坦宇宙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推论是，宇宙可能是无限大的。这个推论让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因为无限这个概念在物理世界中是一个让人极度不安的东西。数学上的无限是抽象的，你可以写一个无穷大符号就完事了。但物理上的无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你飞多远，无论你的飞船多快，无论你飞了多久，你永远到不了尽头。没有边界，没有墙，没有到此为止的牌子。空间向所有方向无限延伸，没有止境。如果你是一个有限的生命，生存在一个无限的空间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连宇宙的一个角落都算不上。你不是沧海一粟，你不是沙漠里的一粒沙，你连数学意义上一个趋近于零但不是零的点都算不上。你在无限面前什么都不是。但平坦不等于无限。有一种理论认为，宇宙虽然是平坦的，但拓扑结构是有限的。就像一个电子游戏里的角色，走到屏幕右边的边缘，就从左边出来。宇宙也可能有一个有限的大小，但它的拓扑结构让你觉得它是无限的。你飞到宇宙的边界，不会碰到墙，而是从另一边出来。但这种理论目前没有观测证据支持。最简单的解释还是那一个，平坦的宇宙就是无限的。那如果宇宙是球面的呢？如果曲率不为零，只是太小了，我们测不出来呢？普朗克卫星的误差是 0.4%， 这意味着，如果宇宙的曲率在这个误差范围内，但不为零，宇宙仍然可以是有限的，但它的半径必须非常大，至少比可观测宇宙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即使宇宙有限，它的大小也远远超出我们能看到的范围。所以无论哪种情况，结论都是一样的。我们能看到的宇宙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宇宙要么是无限的，要么大到让我们无法区分它和无限的区别。说真的，想明白这件事之后，我的感受很复杂。一方面有一种敬畏，宇宙之大超出想象；另一方面有一种失落，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宇宙的全部。还有一种更深的说不清楚的感觉，你在无限的空间里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你的生命有终点，你的认知有边界，你能走的距离有上限，而你的容器，你的宇宙没有边界。无限宇宙还有一个更让人不舒服的推论：如果宇宙是真正无限的，那在无限的空间里，物质的排列组合必然是有限的，原子的数量是有限的，元素的种类是有限的，排列方式虽然极其庞大，但终究是有限的。在无限的空间里，有限的排列组合必然会重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足够远的地方，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正在读一段一模一样的文案，不是相似，是一模一样。同样的原子排列，同样的记忆，同样的伤疤，同样穿着同样的衣服。因为如果宇宙无限，
而原子的排列组合有限，那每一种组合都会在无限的空间里出现无数次，不止一个你，有无数个你，有无数个地球，无数个太阳系，无数个银河系，每一颗恒星，每一个行星，每一个生命，都在无限宇宙中重复无数次。有些你正在做跟你一模一样的事情，有些你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人生走上了不同的路。有些你已经死了，有些你还没出生。这就是无限宇宙的必然推论。你不需要多重宇宙理论，你不需要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你只需要一个无限的空间和有限的物质排列组合。无限必然包含一切可能性。我必须说，这个推论让我很不舒服，不是因为它不可能，而是因为它太可能了。逻辑上它完全说得通。平坦宇宙加有限排列等于无限重复，每一步推理都没有问题，但结论让人脊背发凉。你可能会问，那这些复制品在哪里？它们离我们多远？答案是非常非常远。有人估算过，最近的完全相同的你，距离我们大约是10的100次方米。这个数字大到你写都写不出来，但它跟无限比起来还是0。当然，这个推论有一个前提，宇宙不仅在空间上无限，而且在物质上也无限延伸。有些人认为，也许物质只在一个有限的区域里存在，外面就是纯虚空。这在逻辑上可能，但大多数宇宙学家倾向于认为物质在全宇宙中分布，因为在大尺度上物质是均匀的。如果物质在一个区域里均匀分布，没有理由认为它到了某个边界就突然停止。还有一件事让无限宇宙的图景更加诡异，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1998年，2个独立的研究团队通过观测一种叫超新星的爆炸现象，发现宇宙的膨胀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这意味着宇宙有一个排斥性的力量在推动空间膨胀。这个力量我们叫它暗能量。暗能量是什么？没人知道。它占宇宙总质能的68%，也就是说，宇宙中68%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它的效果让宇宙膨胀得越来越快。暗物质占27%，暗物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能通过引力效应推断它的存在。正常物质就是你、我、地球、太阳，所有的恒星和星系加在一起只占5%。5%，我们对宇宙的全部了解只占它的1/20，剩下的95%是什么？暗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如果宇宙是无限的，暗能量也是无限延伸的，那宇宙的膨胀将永远不会停止，空间会无限的变大，星系之间的距离会无限的拉开，最终每一个星系都会变成一座孤岛，周围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其他星系都已经退到了世界之外。你站在1000万年后的银河系里看天空，夜空中只剩下本星系群的几个邻居，其他所有的星系都消失了。不是不存在，是他们的光永远到不了你。你站在100亿年后的银河系里看天空，连本星系群都可能已经合并成一团，周围的宇宙一片漆黑，你没有任何观测手段能知道外面还有别的星系。
你会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全部。这不是科幻，这是暗能量加速膨胀的必然结果。如果宇宙是无限的，而且暗能量持续作用，那终有一天，每一个文明都会成为宇宙中的孤儿，看不到任何一个邻居。你说这是不是有点令人恐惧？我倒觉得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很深的孤独。不是没有人陪我的那种孤独，是我知道有人在那里，但我永远到不了的那种孤独。可观测宇宙之外可能有无穷无尽的空间和物质，但它们跟我们的物理联系正在被暗能量一点一点地切断。好，停下来喘口气。我知道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有点多，无限宇宙、无限重复、暗能量、孤独，这些概念叠在一起，你可能已经开始走神了。没关系，我也走神了。我查这些数据的时候，有3、4次停下来发呆。那我们就把视角收回来，不谈宇宙的几何了，不谈暗能量了，谈一个更个人的问题。如果宇宙真的是无限的，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是在问哲学，我是在问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你的生命有终点，你的记忆有边界，你能感知的范围不超过你身边几十米。那宇宙无限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没有关系。宇宙无限也好，有限也好，你明天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吃饭，还是要面对你那些烦心事。宇宙无限不会让你的生活有任何改变。但如果你往深了想，宇宙无限这件事跟你有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它让你意识到一件事，你的存在是一个概率极低的事件。你想想看，在无限宇宙中有无数个地球，无数个太阳系，无数个银河系，但它们跟你没有物理联系，你永远碰不到它们。你在这里，此时此刻，在这个特定的地球上，在这个特定的银河系里，在这个特定的可观测宇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那里？无限宇宙里没有为什么，因为无限意味着每一种可能性都已经实现了。你在这里不是因为你被选择了，而是因为总有一个版本的你在这里。在无限宇宙中，每一种排列组合都存在，所以你的存在不是稀有的，而是必然的。这让我觉得有点失落。我们总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但如果宇宙无限，你的独一无二只是在无限空间中的无限次重复之一。你的每一个特征，每一个记忆，每一个选择，都在无限宇宙中以无数次复制的形式存在。你不是独一份，你是流水线产品，但反过来想，这也意味着你不会真正消失。如果你在这一刻消失了，在无限宇宙中还有无数个你继续存在，有些在过同样的生活，有些在过完全不同的生活。你不会消失，因为无限宇宙不允许任何东西真正消失，每一种排列永远都在某个地方存在着。这种想法，我不知道该说是安慰，还是更让人不安。他好像在说，你死了也没关系，因为还有无数个你活着，但你死了，你这一份就没了。无数个你活着不能替代你的消失，无限宇宙的重复不能给你永生，它只能给你一个数学上的备份。说真的，我觉得这件事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荒诞。你活在无限宇宙中，却只有一个你，你有无数个副本，但你碰不到任何一个，你能感知的只有你自己。
你这一份，你的副本可能在做跟你完全一样的事情，也可能在过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你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你们就像无数面平行镜子中的影像，看起来一样，但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每一个都不知道对方存在。那宇宙无限这件事，到底该让你感到恐惧还是平静？我的看法是，它应该让你感到一种很特殊的平静，不是我在宇宙中算什么的虚无感，而是一种我在无限中确实存在过的确定感。宇宙无限大，但你在其中，你不是宇宙的中心，但你确实是宇宙的一部分。你占据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无限宇宙中可能重复了无数次，但你此刻在这个位置上，这是确定的。宇宙无限不意味着你渺小，它意味着你存在。还有一个角度可能会让你更平静，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地球的年龄大约46亿年，生命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5亿年。你在这个时间线上出现的时间只有几十年，但在你之前的每一代生命，从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到鱼类，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到灵长类，到人类，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成功延续。任何一个环节断了，你就不会在这里。而宇宙给了足够的时间，138亿年，足够让一颗中等大小的黄矮星形成，足够让一颗行星在它的宜居带上冷却出液态水，足够让有机分子在闪电和紫外线的催化下组合成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结构，足够让这个结构经过几十亿次试错，最终演化出一种能仰望星空、能思考宇宙是否无限的生物。宇宙是无限的，但你的存在是有限的，有限的存在在无限的空间里，这不是矛盾，这是奇迹。我不觉得奇迹这个词用大了，你想想看，在无限宇宙中有无数颗恒星，无数颗行星，但绝大多数行星上什么都没有，要么太热，要么太冷，要么没有大气，要么没有水，能产生生命的条件极为苛刻。即使在整个无限宇宙中，生命的密度可能也低到不可思议。你在这里，你能思考，你能问出宇宙是不是无限这个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低概率的事件。你可能会问，既然宇宙无限，那是不是有无限多个文明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如果宇宙无限，物质分布均匀，那一定有无限多个行星上有生命，有无限多个文明在仰望他们的星空，问着同样的宇宙是否无限的问题。有些文明可能比我们先进得多，已经飞出了他们的星系；有些可能比我们落后，还在用石头打猎；有些可能已经灭绝了，他们的星球变成了废墟。但你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无限宇宙的规模太大，文明之间的距离可能远超可观测宇宙的范围。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小角落里，独自思考着同样的问题，独自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独自感受着同样的敬畏和孤独。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的：宇宙中我们是已知唯一的智慧生命，如果不是，那也很孤独；但如果不是，那就更孤独了。如果宇宙有限，我们是唯一的，那很孤独；如果宇宙无限，有无数个文明，但我们永远碰不到任何一个，那也是一种孤独。不是没有别人的孤独，是
知道有别人，但永远到不了的孤独。但我觉得这没关系，你不需要碰到别人才有意义，你的意义不来自于别人，你的意义来自于你自己。你在你的位置上，在这个可观测宇宙的一个角落里，在一个叫银河系的漩涡星系的一条悬臂上，在一颗叫太阳的黄矮星旁边的第3颗行星上，在这个行星的表面，在某个城市，在某个房间，正在听一段关于宇宙是否无限的文案。这就是你的位置。在无限宇宙中，你有一个位置，不是宇宙给你的，是你自己站在这里的。最后说一件事，你可能觉得无限宇宙让人不安，因为它太大，你太小。但你想想看，如果宇宙是有限的，有边界，有尽头，那你到了那个尽头，你会看到什么？一堵墙，墙外面是什么？如果墙外面还有东西，那宇宙就没有到尽头。如果墙外面什么都没有，连空间都不存在，那什么都没有是什么？你能想象一个连空间都不存在的外面吗？人类的大脑是有限的，我们无法真正想象无限，我们只能用数学描述它，用逻辑推演它，但无法在脑海里看到它。就像你无法想象4维空间的样子，无法想象时间开始之前是什么，无法想象宇宙外面是什么。我们的认知被锁在一个有限的大脑里，而这个大脑试图理解的东西可能是无限的。这不是矛盾，这是勇气。一个有限的生物试图理解无限，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尊敬。所以宇宙有没有尽头？我的答案是没有。不是因为我肯定宇宙无限，而是因为无论宇宙有限还是无限，你都碰不到边界。无限宇宙没有边界，有限无界宇宙也没有边界。你永远在宇宙里面，无论你飞多远，飞多久，飞多快，你被宇宙包裹着，就像鱼被海水包裹着一样。你可以问海有多宽这个问题，但鱼问不了海外面是什么，因为海没有外面。对鱼来说，海就是全部；对你来说，宇宙就是全部。一个无限的宇宙里，有一小团物质组合成了一个能思考宇宙是否无限的大脑。这个大脑只占宇宙的一个点，但它能想象整个宇宙。这就像一粒沙子里装着一个能理解沙漠的意识。这不叫渺小，这叫了不起。晚安。